歡迎來到新聞頻道，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肖戰憑沙發嘟嘴自拍，炸出內娛最扎心現實，這腿比你的執念還長。有時候，一張圖比一部劇更能說明內娛的殘酷。7月30日，肖戰工作室發的那幾張沙發花絮，就是典型例子。黑色便裝，往沙發上一靠，眼睛一閉，下意識的微微撅嘴，結果評論區直接失控，熱搜也立刻跟上。你會發現，在這套娛樂邏輯裡，誰的腿長，誰就更容易贏得注意力，而不是誰更用力在幹活。先把現場還原一下，那是幾張再簡單不過的工作照，不是紅毯造型，不是大片精修，就是日常花絮。可就是這麼日常，他那雙被反覆提及的長腿又一次成為焦點。183.6厘米的身高，37分的身段比例，腿長被各種討論說到 1.2 米。北京衛視在節目裡公開誇過他是黃金比例。這種評價一旦被貼上，就很難再從大眾腦子裡抹掉。於是你會看到一種很微妙的畫面。他只是在休息，粉絲卻在評論區比身高，比腿長，甚至有人自嘲屏幕都裝不下比自己的人生規劃還長。大家明明是在玩梗，但玩着玩着就把一個演員徹底視覺化了。問題在於，這幾張圖之所以能炸開，並不是因為肖戰那天多閒，而是因為這套視覺符號太容易被傳播了。腿長、腰細、線條好，這些詞帶着一種即時快感，轉發、點讚、二創都能迅速跟上。同一時間，他作為演員在做的那些事，反倒變得模糊。為了《藏海傳》瘦下去18斤，為了角色日夜琢磨劇本，為了10日中煙的收尾鏡頭熬到凌晨6點。體脂常年控制在12%以下，每天2小時以上的訓練配合精準飲食，所有這些當事人是按職業標準在要求自己，可在熱搜上，最醒目的仍然是那句“這腿有1.2米”。站在旁觀者角度看，這裡有一個特別清晰的幸存者偏差。一個演員所有被看見的外在指標，身高、比例、體態都會被拿來解釋他的成功，而他那些看不見的努力被自動歸入應該的本來就該這樣的範疇。你很少看到有多少人認真討論他為了塑造某個角色去掉了多少身上的舒適區，卻能一眼記住他的腰圍、腿長。注意力被外形綁架久了，觀眾對職業本身的要求就會慢慢降低，最後變成一種極其危險的錯覺，只要長得好，其他都不重要。更吊詭的是，這種錯覺並不是肖戰一個人要承擔的，他也在被這套生態推着走。你去看他的行程安排，劇組拍攝的時候為角色減重，殺青前後調整作息，訓練身體狀態，這些是他自己給自己定的基本線。而當所有討論回到逆天長腿腰細到犯規嘟嘴好可愛，他多年累積的職業意識卻被輕描淡寫。換句話說，他用專業把自己站在了這個位置，而我們卻用尺子和濾鏡在給他下定義。當然，觀眾喜歡看帥哥美女，這本身沒有問題。粉絲看到新圖興奮一下，開幾個自嘲玩笑，很正常。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當我們長時間只拿好看作為評價標準時，不知不覺把演員往人體展品的方向推。你看這次沙發圖的討論，有人在細摳腿長，有人在對比比例，有人甚至開始沉迷於截圖放大某個角度，所有視線都集中在他長什麼樣，很少有人提到他最近為戲做了什麼。從長遠看，這不僅是對個體的消耗，
也是對整個行業的降維打擊。再看回肖戰本人，他身上的矛盾感其實很強，一邊是極度可視化的身體條件，183.6厘米，37分比例，長期維持低體脂，站着是一幅行走的時尚畫報，躺着也能撐起氛圍感的大圖。另一邊是一個演員對作品的那點倔強，為了《藏海傳》那樣的作品減掉18斤，對劇本反覆推敲，為《十日終煙》拍到凌晨6點不喊累，每天2小時以上的訓練是習慣，而不是臨時抱佛腳。這兩條線同時存在，可被觀眾記住的，卻大多還是那幾張花絮圖。如果把視角再拉高一點，你會發現，這套注意力分配方式，不僅在消費它，也在反向塑造它。當長腿好腰嘟嘴照比角色名更容易衝上熱搜，平台和團隊在推內容時，就會天然偏向更容易引爆的那一類。久而久之，一個演員的形象被歸納成極少數標籤。當身體優勢被無限放大成唯一賣點，他的職業路徑會被無形縮窄。觀眾看他時先想到的是腿長多少，而不是他在《藏海傳》裡演了什麼樣的人。所以這件事真正扎心的地方，不在於別人天生條件好你沒有，而在於我們明知自己口口聲聲說要看作品、看演技，卻一次又一次把點擊留在顏值、身材這些即時爽點上。我們一邊吐槽內娛靠臉吃飯，一邊又反覆為這張臉、這雙腿貢獻數據。當某一天，一個演員最大的公眾標籤變成逆天長腿，而不是某部作品裡的某個角色，那是我們共同選擇的結果。說到底，一個183.6厘米，腿長被各種誇讚到1.2米的人，當然會在鏡頭裡格外搶眼，這無可厚非。但對演員這種職業來說，尺子量得出的只是一部分，劇本裡撐出來的才是根本。下次再看到他躺在沙發上的花絮登上熱搜，不妨順手查一下，他最近那部《藏海傳》講了什麼？他在《十日終煙》裡扛的是怎樣一個故事？把視線稍微挪一挪，留一點給角色，給作品。這個時代對演員的要求，才不至於被一雙長腿徹底帶偏。